们要来看一下一个滑鼠。这个滑鼠呢，是我在中国大陆这个淘宝上面买的。最近淘宝最近活动实在是很多嘛，怎么说呢？网购还是哪里便宜去哪买。还有就是这滑鼠确实是在台湾的虾皮上是找不到的，叫做造品Z1 Pro。然后这样滑鼠它相对特别一点点，它是一个比较小、比较轻的一个滑鼠。我先把规格打在荧幕上给大家看一下，再把其他几款滑鼠的规格给打上去，给大家做一下比对。来看到这个中国的滑鼠明显的这个规格会比较高一些，至少它同价位来说啊，现场除了这个罗技的 G502X Plus 之外，没有一个规格是可以跟它比的。那现在就开始开箱吧。它的盒子是一个向下盖的方式，就直接把它滑下去就可以了。贴纸我已经先把它用剪刀给切掉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是袋子，那这些我买的东西好像都有袋子，是吧？现在用的这个监听耳机也是有袋子的嘛？这个袋子是布做的，那个耳机也是皮做的。那耳机的袋子真的很夸张啊，它用的是皮啊，超级牛！这布袋子也不错，好像滑鼠中有个袋子可以装了，大小挺刚好的。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滑鼠在这里了。这次我买的是白色的版本，也是我第一次买白色滑鼠嘛。以前都是买黑色的，像我的罗技也是黑色的，这两个也都是黑色的，会比较耐脏一点。看这一把上大家会看到一些黑色的点灰尘，白色的脏污应该是无法避免的啦，就是要多加保养了。我现在说一下这个外观，那外观基本上是和雷蛇这个不知道是叫什么东西的 V2是比较接近一些的，是我从这个 3D 立体网站，就是这个下面对比出来的结果，发现它们的形状整体比较接近啊。拿到手之后还是有差异的。我要买这滑鼠很大原因是这雷蛇，他妈实在是太不耐用了。它的这个壳呢质量不能说是非常的好，只能说是非常的烂啊，烂到可笑啊。2015年的 M337 这真的太小了，但是携带确实很方便，而且超级硬。你看一点事也没有，我砸它真的是完全不带怕的，很夸张啊！15年撑到现在啊，这是被我一个认识的人给摔坏了。因为他摔坏了，所以他呢也买了一个盗版的雷蛇给我。意外的，好像比这个正版的还坚固不少。但是无线连接稳定性不用说了，这个 2.4G 基本上就处于不可用的水平。它的 Windows 上顺畅度就是 0.01 帧能用，0.02帧顺畅，0.03帧电竞。它在 Mac 上，我甚至可以找到它的这个生产商啊。那生产商大家看一下，就是荧幕上这个网页。是生产商的网页，真的是非常的夸张，应该是华强北出来的东西啊。但是在 Mac 上意外还挺顺畅的。我去上 Mac 之后，我甚至可以说很难真正去分辨出哪个是雷蛇原厂的，因为雷蛇原厂的它的稳定性在 Mac 上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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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我也是找挺久了，这种比较小只的、比较轻量的滑鼠还是比较难找的。罗技其实也有推出一些新的款式，但是外形太过于奇怪了，我就没有去买。但是太 RGB， 所以大家如果手小的话，可以考虑一下罗技的这个新款。我是会按过它的按键，它的按键非常的好按，比它再软一点点。大家可以去现场试试看，在星光三院楼下还有三创都是有的，还是比较惊艳的啊。罗技推出一些新的奇怪的滑鼠。没有像是其他品牌一样没有改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背面，基本上就是一个100%的脚垫，这基本上是现在的标配了吧。然后一个蓝牙和 2.4G 的切换线，和一个 DPI 键。我们来看一下盒子下面还有什么。这里呢很轻，里面很空。这应该是接收器了。对，这就是它的接收器了，依然是这个 Type A 的版本，毕竟 Type A 的大小才能足够做一个接收器，Type C 接收器模块做不进去啊。然后它还恢复了一个这个公口的转接头，
可以帮助桌机的用户把它从电脑的主机上面移到桌面上，让整个接收器更加靠近你的滑鼠，达到延迟更低的效果。但是对于我这种人来说，这一种的转接头还是会更加的实用的，毕竟我是 Mac 的用户，没有这个 Type A 可以使用。大家可以发现我今天口音有点怪怪的，主要是因为我的老问题又犯了，我的舌头又破了，所以呢，我现在咬字非常的，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只能这样说话。然后它的整个图层跟雷蛇非常的不一样，它使用的是这个比较像是罗技 Pro 的这个图层，以前那个款式的图层。不能这样说，应该是更像雷蛇的这个新的这个 V4 款式的这个图层。而跟这个雷蛇的这个 OROCHI V2 有很大的差异啊，这个是磨砂的，看个人偏好吧。亲肤材质的搓起来阻力感会更重一些，这个磨砂材质在刚拿到的时候摸起来更加的滑，不能说是滑吧，更加的舒适一些吧，我觉得。但是它用久之后就会变得有一点干干涩涩的，容易沾手汗。它最后还有个盒子，我们打开看一下。它里面附的是一个编织线，中间怎么会有一个大大的圆形的东西啊？不是，这什么年代还有这东西啊？同时呢，还有附一个这个跟雷蛇可以说是几乎一毛一样，雷蛇这是圆的，它这是长形的，这个绑线的东西，这东西还挺实用的。然后把它们装回去啊，对，下面还有一个用户手册，我们就不把它打开看了。从今天起，我的主力应该就是造品了。它整个形状还是比较适合我的，因为我的手，我不知道怎么说啊，我的手的尺，我拿个尺给大家看看。我的手是比较小的嘛，那给大家能够滑鼠的时候一个小小的方式，大家可以拿着尺量看自己的手。像我的手是15，然后一路到下面的话是15加大概17.5公分。然后宽大概在1公分左右，属于是中小型的手。像罗技官方的说法是18公分开始是中型的手，就会比较适合这种标准款。如果你是这样子握还有这样握混着用的话，这个还会很适合。他有说嘛是18公分嘛，所以它会相对会要设计宽一点点。因为我的手应该属于是比较细一点点的。跟很多人比过手，基本上是属于最小的那一批了。这一款对我来说就有点宽了啦，这也会被支撑住。就是外出的时候，可能没有一个比较平面的桌子，或是空间不够，你会常常需要把这个滑鼠给抬起来。但这时候呢，后面这块就不能太大，不然你很难去用后面这块的力量把你的滑鼠给抬起来，像是这个样子把它抬起来。你就必须要用前面的小拇指的力量把它扣住，才能把它比较好的抬起来，像是这样。你看到我可以刚好把它握在我的手里面。然后如果我们拿出这个902的话呢，然后正面会变成这样，然后背面会就是很明显是比较大的，对我来说。如果你是在固定空间下面高强度使用电脑的人，这一种形式的滑鼠会适合你。毕竟它可以让你的手很舒服的靠在上面，同时有很多快捷键，像是苹果的这个 CEO， 他就有说他使用的是罗技 MX3， 在桌子上使用，那款会比 902X Plus 更便宜一些，但它的重量实在是有点高。我们来试一下它的按键手感。我把麦克风移到桌面上来。OK， 好，它的整体手感大概是在这个雷蛇的这一款和罗技这款之间，属于是比较软一点的这种版型。罗技这个是比较脆的，雷蛇这个是超级软，但是需要很大的力量才能按下去，比较重的这个按键这也是换掉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啊，按起来就不是那么的爽。
这几台很明确的说，按下去最爽的基本上是这一支304的，然后接着就是罗技的这一台，接着就是这一台，然后再来是这一台。但是这一台因为用久了，所以它有一点点软掉，但是它整个还是舒服的，手感还很到位，也没有一点点问题。然后我们现在就把它装到我的 Windows 笔记上面来看看它的驱动长什么样子。OK， 好，相信大家现在都看得到了，那我们就点进设定里面看一下，里面大概长什么样子。这里有个很简单的这个设定区，我们可以设定它的按键。那我们来看一下 DPI 这里，这边我们可以调整 DPI， 甚至可以调整每个 DPI 的颜色，但它是不会亮灯的。我习惯用1600啊，用会把那个系统内建的加速器给调低一些，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用更高的 DPI， 不然全世界的滑鼠都在冲 DPI， 那你为什么要设那么低的 DPI 啊？为什么？就不能把系统内建的加速给关掉嘛，对吧？然后下面有额外的选择，有个 Motion Scenic， 就是类似补帧的概念呢。我应该会把它关掉吧。然后有个波纹控制，这个是减少抖动，这个也是减少抖动。这里有个活力全开模式，会让传感器进入超级厉害的模式。来随便开一个网页来试试看这个滚轮的效果。好，我们就来这个 DMAX 试试看。它的滚轮是没有那么顺畅，相对起逻辑的。它整体还是不太适合蝴蝶点的，会一直卡到侧边的这个包边，因为它的按键比较小一点点。我们来试看能不能 drag click， 应该是不太行了，它有点太滑。这个微动是使用兰诺粉点的，我再使用几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使用心得吧。Hello 大家，在经过好一段时间之后，终于要来录心得的这部分了。目前我已经把前面的片段都整完了，所以时间大概也过了2个礼拜了。首先呢，我们就直接来讲它的手感的部分。它的手感对我来说是明显好于雷蛇的这一款的，也是高于预期的。毕竟作为一个小厂的滑鼠，它应该是没有一个比较强大的人体工学数据库做一个基准。但是它这个模具的手感在我手上相当的有手，就它能够让我愿意把这个滑鼠抬起来去做使用，不是像可能听过原厂的 Magic Mouse 有了，但是你用的法放在旁边，因为我有时候 MacBook 嘛，这些不好用的滑鼠就会让我想要去用触控板代替它们，而这款滑鼠是少数让我不愿意真正去使用它的滑鼠。它呢在手感上的差异主要就是它的过渡会比雷蛇的这一款更加的顺滑一些，然后到屁股这里它的曲线也是比较有逻辑的，没有在为了拼接式的上盖去做牺牲，而是能够很好的做到一个过渡，所以让它在长期使用的情况下，这2个手指头能够更加的舒适服帖的靠在滑鼠的背上面，像是这样。所以呢，它在长期使用上是明显比雷蛇这款稍微舒服的，也是对大部分这个 Power 的人来说也会比罗技的 G304 来的更好。然后罗技最近也更新了，应该会是取代 G304 的下一款产品 G309， 目前我还没有摸到它，但是我有摸到另一款，就是前面有说到嘛 G705 还是703的人体工学设计，还是能做到更加滑顺的右侧背板。接着我们来讲讲最影响无线滑鼠使用体验的稳定性这部分了。这个滑鼠意外在稳定性上面表现相当的好，就是甩了这个雷蛇好几大条街，也是有比9年前的这个 F337再稍微好一点点，但还是比较惊讶的，尤其是在蓝牙的情况下。然后在 2.4G 的接收器上面呢，它的表现是稍微不如预期的。它在蓝牙下对于距离的敏感性还好，但是在 2.4G 无线连接器的状况下，对距离会稍微有点敏感。我会建议说，在捉机的人一定要透过它的转接延长头，把它延长到桌面上进行使用，不然你的延迟和稳定性会受到比较大的折扣。当然，对于笔电档这个影响就不是那么大了，毕竟距离不是那么远。这个也还好，应该不是太影响使用体验。比较惊艳蓝牙这部分的，我们来看一下，它只要几秒钟，它只要几毫秒就可以非常快速的连接到我的麦克，这点还是非常惊艳的。
他对它的传感器的整个调教也是比较惊艳的。特别是抬起的时候呢，它可以非常果断的停止侦测。这次购买主要是打破了一个相对既定的这个印象，就是雷蛇和罗技作为2大厂商，它的稳定性应该是远远超越大部分的厂商的。但是在这使用之后呢，我发现这个雷蛇他妈的是真不行啊！目前我买过他们家的耳机、花束，也用过一些他们家的键盘，稍微体验过一下。他们家的稳定性，尤其是在蓝牙情况下，实在是有一点落后了。特别是跟同样是世界大厂的罗技比，这个落后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难怪雷蛇这么多年了还是没有上来啊，然后外形还是跟着罗技在抄啊，在抄作业啊。看来该好好精进一下自己的无线技术以及自己的软体了。他们在驱动软体上面写的，该多多重视一下韧体的开发，然后多多注意一下自己的无线稳定性，来提供使用者更好的体验。当然我短期之内该不会再碰雷蛇的产品了。他们目前卖给我的产品，可能因为他们都不是主要评测对象，所以他就没有花太多的精力在上面。但是偏偏我买的就是那几个，他给我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